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讲一期美国版的毒可乐事件。虽然都是毒可乐，但它和日本的毒可乐事件却有很大的不同。破案过程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，在郊外建上一栋别墅，然后与家人住在一起，有空时开车带着家人到处逛逛，享受着生活的快乐，这大概是标配版的人生了。41岁的佩吉就是如此，她带着和前夫的3个孩子，与同样带着2个孩子的男友卡尔一起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阿尔图拉斯小镇。这座乡村小镇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却有田园般的惬意。由于小镇上工作岗位很少，所以佩吉选择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。相比较于其他服务员，佩吉开朗的性格和热情的态度总能吸引很多顾客。像到年过花甲的老奶奶，下到几岁的小孩子，佩吉总能让他们频频光顾餐厅的生意。1988年10月23日那天，像往常一样，佩吉早早来到店里上班，可到了中午时，佩吉发现自己身体突然开始出现不适，她感觉双腿似乎有点不受控制，腹部更是隐隐作痛，整个人觉得头晕恶心。随着扑通一声，佩吉突然倒在了顾客面前。餐厅里的顾客见状后，马上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医生检查了佩吉的身体，却没查出明显异常。几个小时后，佩吉身体似乎稍微有好转，接着便离开医院回到了家中。可到了晚上，佩吉发现自己身体再次出现严重不适，甚至还开始脱发。回到家后的大女儿看到脸色苍白的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女儿非常着急，她致电给继父的姐姐，让她来家中帮忙检查下母亲的身体。在经过初步的观察和了解后，继父的姐姐表示，为了安全考虑，还是得把佩吉送回医院，彻彻底底做一次全身检查为好。可卡尔表示，这怎么无缘无故就不舒服了呢？这估计就是普通的感冒。卡尔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说道。看到弟弟没有半点紧张模样，姐姐马上反驳说，你怎么当丈夫的？这个时候还喝酒？听我的，赶快把你老婆送回医院。就这样，在当天半夜，佩吉又被送回了医院。看到佩吉病情加重的情况，小镇医院的医生觉得不对劲，他把佩吉的血液样本送到亚特兰大检查。佩吉告诉医生，自己感觉全身无力，有种火烧的感觉，头发也越掉越多。针对病人的症状，医生翻了翻资料，推测这可能是中毒的症状。联想到小镇上种有许多柑橘，又恰逢是柑橘成熟的时间点，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佩吉误吃了打过农药的柑橘呢？可佩吉表示，自己最近一直没有吃农场的水果。更奇怪的是，全家5口人，只有佩吉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。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？无奈的医生觉得，还是先等亚特兰大的化验结果吧，摸清病因才能准确对症下药。可就在医生等待化验结果时，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在佩吉住院几天后，佩吉2个健壮的儿子也出现了身体不适，他们的症状和母亲极为相似，甚至也出现了掉发的情况。难道说这是一种传染病吗？从餐厅的某位顾客开始，然后传到作为服务员的佩吉身上，佩吉回家后再传给2个儿子。可小镇上最近也没来什么外地人，农场家畜什么的也没发生异常。正当医生万分苦恼时，亚特兰大的血检报告传了回来，佩吉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，是人体正常承受值的1万倍，说白了就是铊中毒。那什么是铊中毒呢？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，重金属铊是一种工业原料，常用于杀虫剂和脱发剂的生产等等。大多数时候，这种金属会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无色无味，如果不小心误食，会严重损害人体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，轻则断发小恶心，重则去找耶稣喝茶。在经过初步排毒治疗后，佩吉夫妇2个儿子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，唯独佩吉病情越来越重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家人怎么无缘无故就他中毒了呢？要知道，早在案发10几年前，美国当局就明文禁止在农药上使用它，对化工领域的使用也是做了严格限制。根据犯罪学第1法则，凶手往往是枕边人，可凶手似乎不太可能是丈夫卡尔。
因为卡尔的亲生儿子也中毒了。可另外一方面，警方却有点纠结，因为卡尔此前为佩吉和2个孩子购买了保险，每份保单的价值在6万到8万美元之间，这在1988年来说不算是小数目，更何况卡尔是在附近的磷矿场工作，姐姐又是名护士，作案条件上似乎更有可能性。2人从相识到同居仅仅只有6个多月，案发前几天，卡尔还以加班为由偷偷和另外一个女人幽会，2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一架，分居好几天后，佩吉才搬回小镇。更加巧合的是，佩吉身体出现不适那天，丈夫卡尔刚好在外面打猎，这么一看，丈夫又好像很有嫌疑。为了确定嫌疑人的身份，警方让医院化验了佩吉全家5口人的尿液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案发时佩吉的大儿子正在服役，女儿吉琳娜已经嫁了出去，平时很少回来，整个家庭只有母亲佩吉、继父卡尔以及2个儿子1个女儿。化验结果显示，除了18岁的小女儿唐米，全家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他中毒，只不过最严重的是佩吉，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。如此说来，丈夫似乎不太可能是投毒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体内也有他，反倒是平安无事的唐米引起了探员注意。可唐米和家人之间根本就没什么深仇大恨，最多只是和家里的兄弟姐妹偶尔吵了几次架。警方检验了住所内外的水井和土壤，但都没有发现他的残留物。一个年仅18岁的乡下女孩，不太可能有如此精准控制毒物剂量和完美抹除作案痕迹的能力。那这就奇怪了，平白无故一家人怎么就会他中毒呢？探员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有一点探员是深信不疑的，那就是犯罪学上的物质交换定律。凡物体与物体之间发生接触后，一定会存在物质的转移，放到这起案件中亦是如此。无论它含量有多低，房间内外一定存在它的残留痕迹。为了找出毒物来源，在工作人员搜索佩吉住所后，小镇警长又亲自来到住所，他仔仔细细从里到外观察了一番，一一比对了检测样本的来源地。突然之间，他发现一张凳子旁边摆着3瓶可乐，包装里还有5个装可乐的空位。佩吉一家刚好有5个人体内还有重金属铊，怎么这么巧呢？怎么刚好是数字5呢？想到这里，警长立即打电话给化验员，对方表示他们只检查了已开封的食物，地上那几瓶可乐由于没有开封，所以没带做化验。敏感的警长立马将这几瓶可乐带回局里鉴定，结果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局里的实验员仔细观察了这几瓶可乐，发现瓶盖上有被人拧开后重新安装的痕迹。这种专业的手法对于小镇上的普通居民来说是很难做到的。经过检测，这3瓶可乐中每瓶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铊。佩吉的女儿唐米能躲过一劫，恰恰是因为她当时正在减肥，晚餐时没喝这些可乐。收到警方消息后，可口可乐公司立马检查了生产线以及部分已出厂销售的可乐，不过并没有发现重金属铊，这说明这不是公共投毒事件，而是有人针对佩吉一家的犯罪。丈夫卡尔和小女儿唐米嫌疑已经暂时被排除，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探员猜测投毒的人很可能是佩吉一家的熟人，或者说是曾到过佩吉一家住所的人，知道他们有喝可乐的习惯。来到佩吉住所，探员让他们每个人仔细回想最近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。被探员这么一说，继父卡尔想起了此前一封恐吓信，当时在轿车引擎盖上发现他的信件正文只有短短几行：你和你的家人必须在2星期内搬出佛罗里达，否则你们都会死亡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卡尔表示自己看到这封信件时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这只是一起恶作剧。妻子看过信件后，直接把它放在厨房的抽屉里。出于谨慎起见，实验员仔细检查了这份信件，可结果显示上面并没有他言。由于正文字体和信件纸张都是很常见的类型，所以这封信件并没带来有用的线索。可随后佩吉2个儿子说的话却引起了探员的注意。他们说，之前在院子里放音乐时，邻居乔治叔叔和戴安娜阿姨很生气，但被他们骂了几次后，自己便没有在后院放音乐。另外一边，卡尔的前妻告诉探员，在自己和卡尔离婚前，在案发住所里住了好多年，期间还养了2条狗。可后来他们都突然死去，甚至同样出现过大面积掉毛的事情。他怀疑是邻居乔治毒死了他们。
因为此前无意中看到乔治握着棍子赶狗，但碍于没有证据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回到局里，探员调取了乔治的社会资料。案发时和妻子戴安娜一起住在小镇上，平时很少和邻居打交道。除此之外，探员发现乔治此前曾在化学实验室工作，是一名实验员。在1975年时，因为非法生产违禁药物被警方逮捕。看着乔治的档案资料，探员感觉到真相似乎就在眼前，可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一切的怀疑都是白搭。探员来到乔治住所，对他进行了例行询问，例如你觉得佩吉一家人如何？当探员说出这个问题后，乔治有点生气。他说佩吉一家的小孩很让人讨厌，前段时间经常放音乐吵人。交谈中，探员试探性问了乔治是否了解过重金属铊。乔治回答说自己在一本小说里读过，这本小说里面的内容还有如何用它谋害别人性命的情节。接着探员假装无意吐槽了一句，这平白无故的怎么就有人想要下毒呢？不料乔治回答说应该是有人故意恐吓他们，想让他们搬走。从乔治家里出来后，探员心中隐隐约约有了答案，因为当时小镇只有1000多人，算上有能力有动机有条件下毒的人总共才那么几个，而乔治的嫌疑就排在第1个。那怎么找出乔治作案的证据呢？要知道乔治是门萨俱乐部的成员，据说智商在150左右，这样的人作案后肯定会把自己的犯罪痕迹藏得很深，所以不出意外，即使警方连续多日监控乔治，每天偷翻他家的垃圾，但都没找到有用的线索。就这样过去了6个月的时间，警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也就是在这短短6个月时间，佩吉升到了天堂。案发第2年后的1989年4月，警方无意间获悉乔治夫妇将在当地举办一场门萨谋杀周末的晚宴。它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剧本杀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各自扮演不尽相同的角色，寻找和推理剧本的真相。乔治之所以会举行这个活动，是因为他们是门萨国际组织的会员，这个组织自称旗下的会员都是高智商人才，所以会经常举办各种宣传活动。活动那天，警方就派了女警苏珊作为卧底加入晚宴，以刚离婚的少妇身份接近乔治。面对如此空虚寂寞冷的苏珊，乔治非常热情。交谈中，乔治告诉苏珊，由于妻子想在其他城市扩展美容业务，所以自己估计很快会卖掉房子搬离小镇。听到这话，苏珊立马说道，我最近刚好也在找房子，因为法院把房子判给了我前夫。进入乔治住所后，苏珊本想趁机找到乔治投毒的证据，可最终却是一无所获。就这样，时间又过去了6个多月。在警方准备撤回卧底计划时，乔治告诉苏珊自己已经搬到了其他城市，如果你有想法可以找中介看一下。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苏珊以最快的速度支付了租金，然后带着小镇探员直奔那里。在乔治家中，探员找到了一个小药瓶，里面装着和佩吉家中可乐相同的硝酸铊。凭借这项证据，探员搜查了乔治的新住所，在里面找到了一套五金工具，对比后发现它正是用来撬开可乐瓶盖的作案工具。案发2年后，1990年4月，警方以涉嫌投毒谋杀的罪名逮捕了乔治夫妇。对于警方的指控，乔治的妻子戴安娜坚决否认，说是其他人偷偷把毒物放在他们家中陷害他们。乔治亦是如此，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为了成功起诉乔治，警方罗列很多间接证据。其一，乔治新住所中的珠宝工具，它们的尺寸大小和有毒可乐的瓶口痕迹完全吻合。其二，就是前面探员在乔治原住所中发现的他盐，以及原住所乔治的各种化学实验工具。其三，则是乔治亲自主持的晚宴剧情，里面的剧情和佩吉一家人遇到的事情，两者是惊人的相似。其次，与佩吉一家人直接产生矛盾的只有乔治夫妇。最后一点，乔治夫妇家中也刚好有打印机，乔治电脑中也有信件内容所使用的字体。经过短短4个小时的辩论，陪审团一致认为乔治罪名成立，被判死刑。2年后被改为无期监禁，直到今年73岁的乔治依然还在监狱中服刑。在监狱中，乔治依旧表现得非常孤僻，只是经常会投诉自己狱友太吵了。对于佩吉一家，家里其他人在药物的治疗下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乔治这起案件让小渊我想起之前做的一起案件，凶手同样是门萨国际组织的成员，同样自称智商爆表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用重金属铊毒害自己邻居，一个是用尼古丁毒害自己妻子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去前面翻下我的视频。
可无论他们智商再怎么爆表，总有一天他们都会被戴上手铐走进监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